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科普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强烈建议每一位中老年朋友以及家里有长辈的年轻人一定要完整的看完，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咱们晚年生活的质量，甚至关系到生命安全。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老人睡不好，千万别急着吃安眠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年纪大了之后，这睡觉就成了每天最发愁的事。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2、3点又醒了，醒了之后就盯着天花板，听着钟表滴答滴答，心里那个烦躁啊，就别提了。很多长辈为了睡个好觉，开始自己买安眠药吃，或者找医生开处方药。刚开始吃确实能昏睡过去，但时间一长问题全来了，第二天头晕脑胀，记忆力断崖式下降，走路腿软，甚至半夜起夜时因为药效没过而摔倒骨折。医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其实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轻中度的睡眠障碍根本不需要一上来就动用安眠药这种化学武器，在我们的日常厨房里就藏着许多天然的安眠药。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深度公开睡前到底吃哪几种食物能够安全、有效、无副作用的帮助改善睡眠质量。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我不仅会教大家怎么吃，还会为大家揭秘一个关于肠道和睡眠的最新前沿科学，并且送给大家一套睡前90分钟黄金助眠流程。新关注频道的朋友，请务必点击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现在正深受失眠困扰，或者正在吃安眠药，请在评论区打个2，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好，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今天的硬核科普。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乱吃安眠药和忽视睡眠饮食的危害，我先给大家讲3个我接触过的真实案例，大家仔细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自己的影子。第一个案例是70岁的张大爷。张大爷失眠3年了，一开始是入睡困难，后来发展到整宿睡不着。他听邻居说某种安眠药特别管用，就自己去药店买着吃。刚开始吃半片确实能睡5、6个小时，但人体是有耐受性的，慢慢的半片不管用了，他加到1片，后来加到2片。结果呢，安眠药带来的宿醉效应让他第二天白天昏昏沉沉。有一天半夜，他起来上厕所，因为药效还在，脑子不清醒，腿一软，直接摔倒在卫生间，导致大腿股骨胫骨折。这一摔不仅自己受罪，还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儿女也跟着受累。张大爷后悔地说，早知道这药有这么大副作用，我宁愿睁着眼到天亮啊。第二个案例是65岁的李阿姨。李阿姨是个特别注重养生的人，但她的失眠完全是自己吃出来的。他觉得晚上吃水果健康，每天睡前都要吃一个大西红柿，或者吃一小盘葡萄。结果他每天凌晨3点准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和胸口的烧灼感憋醒，去医院一查，重度胃食管反流。医生告诉他，西红柿和葡萄都是高酸性、高糖分的水果，睡前吃会导致胃酸大量分泌，平躺时胃酸反流进食管，刺激咽喉，引发咳嗽。李阿姨把睡前吃水果的习惯一停，换了正确的食物，没吃一粒药，凌晨咳嗽早醒的毛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第3个案例是68岁的王大爷。王大爷退休后，儿女为了尽孝心，给他买了好多补品，什么人参、鹿茸、燕窝。王大爷觉得好东西不能浪费，每天晚上睡前都要炖1盅补汤喝。结果他变得异常兴奋，晚上躺在床上心跳加速，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怎么也静不下来。中医告诉他，这叫虚不受补和阳亢。老年人本来就容易阴虚火旺，睡前吃这些大热大补的食物，无异于在身体里点了一把火，这要是能睡着才怪了。后来停了补品，改喝温和的安神粥，睡眠才慢慢恢复正常。大家看，张大爷的滥用药物，李阿姨的吃错水果，王大爷的盲目进步，这都是我们在面对失眠时最容易踩的坑。在给大家推荐正确的助眠食物之前，我们必须先打破几个关于老年人睡眠的致命误区，如果不把这些误区扫清，你吃再多助眠食物也是白搭。误区1，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睡得好就行。朋友们，咱们说白了，安眠药的作用机制是强制关机，它压抑了你的中枢神经，让你失去意识，但它并不能带给你真正的自然睡眠。在自然睡眠中，大脑会经历浅睡、深睡、快速眼动期等多个周期。大脑在深睡期清理代谢垃圾，在快速眼动期巩固记忆。而安眠药往往会破坏这种睡眠结构，让你一直处于浅睡状态，甚至抑制快速眼动睡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了安眠药，第二天醒来觉得比没睡还要累，脑子像生锈了一样，长期依赖还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误区2，睡前喝点小酒，晕乎乎的好睡觉。这个误区我几乎在每一期睡眠视频里都要痛批。酒精确实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喝多了你会断片，昏死过去，但这叫麻醉，不叫睡眠。当酒精在你体内代谢到后半夜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效应，导致交感神经异常兴奋。这时候你就会心跳加速、出汗、做噩梦，然后在凌晨猛然惊醒。而且酒精会让你的呼吸道肌肉松弛，加重打呼噜和睡眠呼吸暂停，导致大脑严重缺氧。记住，用酒助眠无异于饮鸩止渴。误区3，白天没睡好，白天拼命补觉，很多老人晚上失眠，第二天上午就坐在沙发上打盹，一睡就是1-2个小时。咱们人体的睡眠机制里有一个概念叫睡眠驱动力，也叫睡眠压力，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睡眠蓄水池。你白天醒着的时间越长，活动越多，蓄水池里积攒的睡眠压力就越大，到了晚上，这个压力就会转化为强烈的睡意。如果你白天疯狂补觉，就把蓄水池里的压力提前释放光了，到了晚上，你的睡眠驱动力不够了，自然就睡不着，睡得浅。白天补觉其实是在透支晚上的睡眠。误区4，睡前喝浓茶、咖啡或者吃太饱。有些老人觉得下午喝杯茶提神，结果到了晚上，茶碱和咖啡因还在体内作祟。咖啡因的半衰期长达6至8小时，也就是说，你下午4点喝的一杯浓茶，到了晚上10点，体内还有一半的咖啡因在刺激你的大脑。另外，睡前吃得太饱，胃肠道还在加班加点的消化食物，血液都集中在消化系统，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中医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也是导致失眠的常见原因。好，排雷完毕，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最核心的干货部分。如果您排除了上述误区，但依然睡不好，那么请在您的日常饮食中加入以下这6种被医生和营养师公认的天然助眠食物。咱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会把背后的科学原理给大家讲得透透的。第一种食物，猕猴桃，也叫奇异果。很多人不知道，猕猴桃其实是水果界的睡眠之王。台北医科大学曾经做过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让有睡眠障碍的成年人在睡前1小时吃2颗猕猴桃，连续吃4周。结果发现，这些人的入睡时间缩短了 35%， 夜间醒来的次数大幅减少，总睡眠时间增加了 13%。为什么猕猴桃这么神奇？首先，它富含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神经递质。血清素是大脑中的快乐激素，它能让人感到放松、平静。更重要的是，血清素是合成褪黑素的前体物质，没有血清素，大脑就造不出褪黑素。其次，猕猴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C 和抗炎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很多时候我们睡不着，是因为身体处于慢性的微炎症状态，猕猴桃能帮身体灭火。怎么吃最有效？建议大家在睡前1到 1.5 小时吃1到2个中等大小的熟透的猕猴桃，注意一定要是熟透的、软的，这样好消化，不会给胃增加负担。第二种食物，酸樱桃或者纯酸樱桃汁。大家注意，这里说的是酸樱桃，不是我们平时当水果吃的甜樱桃、车厘子。酸樱桃是自然界中极少数天然含有大量褪黑素的食物之一。褪黑素是什么？它就是我们大脑松果体分泌的睡眠开关，天一黑，褪黑素分泌增加，告诉身体该睡觉了。老年人之所以失眠，很大原因就是松果体老化，自身分泌的褪黑素断崖式下降。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喝2次酸樱桃汁的失眠老年人，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增加了84分钟。怎么吃？因为新鲜酸樱桃在国内不太好买，
大家可以购买100%纯的无添加糖的酸樱桃汁，在睡前半小时喝大约100到150毫升。如果您买不到纯果汁，也可以买酸樱桃提取物胶囊，但一定要看清成分表，不要买加了大量白砂糖的饮料，糖分过高反而会导致血糖波动，影响睡眠。第3种食物，香蕉，搭配一点点坚果。香蕉被称为长在树上的安眠药，它之所以能助眠，是因为它富含2种关键的矿物质，镁和钾。镁被称为大自然的镇静剂，它能帮助放松紧绷的肌肉，平息过度活跃的神经系统。钾则能帮助维持肌肉和神经的正常功能。很多老年人半夜容易小腿抽筋，肌肉酸痛导致醒来，吃香蕉就能很好的缓解。此外，香蕉也含有一定量的色氨酸，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知识点，大家一定要记牢。单吃一根香蕉，助眠效果其实有限。为什么？因为香蕉里虽然有色氨酸，但色氨酸要进入大脑，需要跨越血脑屏障。在血液中，色氨酸要和其他大分子氨基酸竞争进入大脑的门票，往往竞争不过。这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来帮忙。吃下碳水后，身体会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会把其他氨基酸赶进肌肉细胞，从而给色氨酸让出一条 VIP 通道，让它顺利进入大脑。所以，最完美的睡前吃法是睡前1小时吃半根香蕉，搭配一小把约10克的核桃或杏仁。坚果提供健康的脂肪和额外的镁，香蕉提供碳水和色氨酸，两者结合，简直是助眠的黄金搭档。第4种食物，燕麦片，非速溶加糖的那种。很多人觉得燕麦是早餐吃的，其实一小碗温热的燕麦粥是极佳的睡前宵夜。燕麦是一种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它不仅能像刚才说的那样，通过引发适量的胰岛素分泌，帮助色氨酸进入大脑。更重要的是，燕麦本身含有天然的褪黑素，并且富含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特别是 B6， 是神经系统合成血清素和褪黑素不可或缺的辅酶，而且燕麦富含膳食纤维，消化缓慢，不会引起血糖的剧烈飙升和暴跌。如果睡前血糖暴跌，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来拉升血糖，这2种激素会让你瞬间清醒。怎么吃？睡前 1.5 小时，用温热的牛奶或无糖杏仁奶冲泡小半碗，约30克传统燕麦片，千万不要买那种加了大量植脂末和白砂糖的速溶麦片。可以撒一点点肉桂粉，肉桂有助于稳定血糖，而且香气能让人感到温暖和放松。第5种食物，南瓜子。如果要在坚果种子界选一个助眠冠军，南瓜子当之无愧。南瓜子是自然界中镁元素和色氨酸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仅仅一小把约30克的南瓜子就能提供人体每日所需镁元素的近 40%。 前面我们说过，镁能放松肌肉和神经。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因为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焦虑的状态，镁元素就像是给神经系统做了一次深度按摩。此外，南瓜子还富含锌，锌在体内能辅助将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怎么吃？买原味无盐烘焙的南瓜子，睡前1小时吃一小把大约20到30粒剥好壳的。注意，不要吃那种加了大量盐、糖和香精的炒货，摄入过多的钠会导致口渴，半夜起来找水喝，反而破坏睡眠。第6种食物，温牛奶，但必须掌握正确喝法。睡前喝杯热牛奶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助眠偏方。牛奶中确实含有色氨酸和钙，钙能帮助大脑利用色氨酸制造褪黑素。但是很多人抱怨，我喝了牛奶根本没用啊。这是因为你喝错了。正如我在讲香蕉时提到的血脑屏障竞争机制，牛奶中虽然有色氨酸，但同时也含有大量其他蛋白质分解出的氨基酸。单喝牛奶，色氨酸根本抢不过其他氨基酸，进不了大脑。正确的神仙喝法是什么？必须给牛奶加一点碳水伴侣，在睡前1小时喝一杯大约150毫升的温热牛奶，不要太烫，温热即可，太烫会升高核心体温。同时吃半片全麦面包或者1-2块低糖的全麦饼干，碳水化合物的加入完美解决了色氨酸进入大脑的难题。另外，温热的液体本身也能带来心理上的抚慰感，降低核心体温的下降速度，让人产生困意。
讲完了这6大现代营养学推崇的助眠食物，咱们再来换个视角。很多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中医养生，那我们就从中医和现代前沿科学的双重视角，来看看如何通过饮食调理睡眠。首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失眠多与心脾两虚、阴虚火旺或胃气不和有关。中医有句名言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老年人脾胃功能减弱，如果睡前吃了难以消化、生冷寒凉或者过于油腻的食物，脾胃就要加班加点工作，导致中焦气机阻滞，心神被扰乱，自然睡不着。因此，中医推荐老年人睡前可以吃一些健脾安神、滋阴润燥的温和食物，比如第一，桂圆百合莲子羹。桂圆补心脾，百合润肺阴，莲子清心安神，这3样东西一起炖1小碗，对于那种心慌、健忘、多梦的老年人特别对症。第二，酸枣仁水。酸枣仁在中医里被称为东方睡果，是治疗失眠的药药。去药店买一点炒熟的酸枣仁，捣碎后睡前泡水喝，安神效果极佳。第三，小米粥。小米在中医里是健脾和胃的佳品，且小米中的色氨酸含量在谷物中名列前茅，晚饭喝1小碗熬得粘稠的小米粥，能让胃肠舒服，心神安宁。其次，我们来看看现代前沿科学的一个热门领域，脑肠轴与睡眠的关系。科学家们发现，我们的肠道被称为第2大脑。你绝对想不到，人体内 90% 以上的血清素，也就是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放松，并最终转化为褪黑素的激素，并不是在大脑里产生的，而是在肠道里由肠道菌群产生的。如果你的肠道菌群失调，有害菌多于有益菌，肠道的微炎症就会通过迷走神经和血液循环影响大脑，导致焦虑、抑郁和严重的失眠。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单一，常吃剩菜剩饭或者滥用抗生素，导致肠道菌群非常脆弱。所以想要睡得好，不仅要吃助眠食物，还要养好你的肠道菌。怎么养？在日常饮食中多摄入富含益生元的食物，比如洋葱、大蒜、芦笋、豆类，以及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同时可以适当补充一些无糖的酸奶、纳豆等富含益生菌的发酵食物。当你的肠道菌群健康了，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为你生产血清素，你的睡眠自然就会变得深沉而香甜。好了，朋友们，听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原来吃对食物这么重要，但是改善睡眠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吃还不够。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一套我强烈推荐的睡前90分钟黄金助眠流程，大家可以把这个流程截图保存，今晚就开始执行。倒计时90分钟，饮食收尾，停止进食任何固体食物。如果饿了，只能吃我们前面提到的半根香蕉、1小把南瓜子，或者喝小半碗温燕麦奶。停止大量饮水，最多抿几口润润嗓子，以减少夜尿。倒计时60分钟，环境与光线管理，把家里的大灯关掉，只留柔和的暖色调台灯或落地灯，光线变暗，是向大脑松果体发送天黑了该分泌褪黑素了的最强信号。这时候放下手机、平板和电视，如果非要看，请务必开启设备的护眼模式或防蓝光模式，并把亮度调到最低。倒计时45分钟，身体降温与放松，去泡个脚或者洗个温水澡，注意水温不要太高，温热即可。洗澡或泡脚会让血液流向四肢皮肤，当你擦干身体回到凉爽的卧室时，身体的核心体温会迅速下降。核心体温下降 0.5 到1度，是触发深度睡眠的关键生理开关。倒计时30分钟，大脑停机一试，不要再思考白天的烦心事，也不要规划明天的工作。可以坐在床边，看几页轻松的纸质书，不要看太刺激的小说，或者听一些舒缓的轻音乐，白噪音，如雨声、海浪声。这时候可以喝下那杯搭配了半块饼干的温牛奶。倒计时10分钟，正念与呼吸，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如果脑子里还是有杂念，不要对抗它，看着它飘走。尝试做478呼吸法，用鼻子吸气4秒，憋气7秒，用嘴缓慢呼气8秒，重复4到5次。这能强行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让心率慢下来，血压降下来，身体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最后，
我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和免责提醒。朋友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助眠食物和睡前流程，对于因为年龄增长、轻度焦虑、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生理性或轻中度失眠，有着非常好的改善作用。食补是温和的、长期的，它不会像安眠药那样立竿见影，但它是安全的、治本的。请大家给身体一点时间，坚持1到2周，你一定会看到改变。但是如果您的失眠非常严重，整宿无法入睡，或者伴随着严重的打呼噜、憋气、睡眠呼吸暂停、夜间胸痛、心慌、极度消瘦、情绪严重抑郁等症状，请千万不要只依赖食物调理，这可能是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或心理疾病的信号，请务必及时去正规医院的睡眠医学科、呼吸科或精神心理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规范的使用药物，配合认知行为疗法，才是最科学的方案。好了，不知不觉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希望这期长达几十分钟的深度科普能真正帮到您和您的家人。睡眠是我们身体最好的神医，是我们对抗衰老和疾病最强大的武器。不要把睡眠的决定权交给药片，把主动权拿回到我们自己的餐桌上和生活方式里。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您有启发，请务必给我点一个大大的赞，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下期关于如何通过运动逆转衰老的精彩内容。我也非常想听听大家的反馈，您今晚打算尝试哪一种助眠食物？您有什么自己独门的助眠小偏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会一一回复大家。最后，请大家动动手指，把这期视频转发给您的父母、伴侣以及那些经常熬夜、睡不好的朋友们。您的一个转发，可能就会挽救他们无数个痛苦的夜晚。感谢大家的陪伴，祝大家今晚都能吃得对，睡得香，一觉睡到自然醒。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